回到99的沙巴漫游频道，这个视频录的比较急，因为今天沙巴的第二家园呢是正式出台了。那大家如果看过我的视频的话呢，都知道我其实从美国住了24年之后呢，今年是搬到了沙巴的雅比，在这边已经半年时间了，而且 so far so good， 我是非常喜欢这边的。我觉得我的生活质量提高了5倍。但是呢，生活成本只有美国的1/5都不到。那沙巴第二家园的条件呢，我本人觉得是比西马那边要宽松很多的。所以如果你在考虑第二家园的话，我觉得沙巴是一个性价比之王。在哪个网站找，这些规则是什么，我都会在这支视频跟大家分享。那首先这个网站是在哪里找呢？就是沙巴 mm2h.sabatourism.com， 在这边呢你可以看到英文版的，但是如果你用 Google Translate 呢，就 Translate to Chinese， 它就会变成了中文版的。但现在呢，它下面的这一个就是它的 guideline 全部都是英文版的，我暂时还没有找到它的中文版啊。那在上面条款和条件这个地方呢，其实有一个比较简单的版本呢，我们等一下再说这个比较复杂的版本啊。第一个就是你来自的国家必须是要和马来西亚有外交关系的国家才能够申请，申请人必须满30岁，个人申请者呢，定期存款存在银行呢是15万，如果家庭的话呢就是30万令吉。那收入证明这边写了啊，你需要提交3个月的银行流水的证明哈。就是每月1万马币的收入，如果是家庭的话呢，是每月15000马币的收入。购买房产呢，年龄在50岁以下的申请人必须购买至少60万令吉的高层房产。那上面有写了，年龄在50岁以上的申请人可免除此条件。所以我现在就是有一点点不太确定的，可能要等明天的公布哈，到底50岁以上要不要买房。如果按照这一页的条款跟条件，就是50岁以上不需要买房。但是如果根据 homepage 这一页的，他就说 all applicants must purchase high-rise property， 所以我其实现在还是比较懵的状态，还是等明天他们的细则出来吧。我看一下它原本的英文版哈。Applicants below 50 years of age must purchase high-rise property with minimum 600,000 ringgit purchase price. Applicants below 50 years of age is exempt from this condition. 那我又问了一下今天去开会的 agent 啊，我说是不是我们 catch 到他这个官网的错误的话，我们就不用买房？他说这个 case by case 现在还是说是要买的。那之前的消息呢是说不用买房的，但现在出来的话好像是要买房了。那除了买房之外还要符合什么条件呢？那就是每个月要有1万马币的收入，大概也就2000美金左右吧，一个月2000美金的收入。那其实欧美国家的很多小伙伴他的退休金就已经够了。那还有就是家庭的话呢是15000马币的收入每个月，那大概是3000美金左右的收入吧。那真的是欧美国家的小伙伴大概率都已经可以申请了。那还有就是它的这个 fixed deposit 是15万马币，那大概也就是3万美金左右吧。那如果家庭的话是30万，那也就是6、7万美金的 deposit， 就是放在银行的存款啊，定期存款。那第二家园可以连带着一起，谁能申请呢？就是配偶、父母、岳父母和21岁以下的子女，包括领养子女和继子女啊。每年在沙巴最低累计停留时间为30天。那 MM2H 条件呢，只适用于沙巴，那不允许在马来西亚工作。但是既然你有2、3千美金的这个收入的话呢，你也看不上马来西亚的工作啊，因为一般来讲呢，就可能1000美金就到头了。那还有就是沙巴 MM2H 的有效期为10年，那就是5+5的一个签证，就是5年的签证。如果在5年之后你还符合条件，通过了这些安全和最低停留检查之后呢，是 OK 的，那再给你发一次。如果你变更原居地或者是变更国籍的话呢，那必须依据移民法接受安全跟最低停留限期的审查，允许商业投资，也就是说你可以在这边投资生意，然后做运营，但是你不能工作嘛，那就必须要请本地的员工了，就等于说是要给这边增加就业机会咯。那申请的要求呢，必须要有良好行为证明书，那这个就是无犯罪记录证明，申请人必须获得原籍国当局的确认，也就是说你必须去当地的警察局或者是安全部门去拿到这个无犯罪记录的良好行为证明书。那医疗保险呢，其实沙巴的医疗保险非常的好，因为
我是很想买的，但是我之前是买不到，因为我的这个陪读签还没下来嘛。你的长期签证下来之后，你才能买马来西亚或沙巴的医疗保险。那这个医疗保险非常的便宜，老爸那个可能也才1500马币一年呢，就是大概300到400美金一年，但是它能保1.5个 million， 就是150万左右的。如果你有任何医疗方面的需求呢，这个保险都包，就包括了去做什么手术啊，做手术用的药啊，这些它好像都包。那具体呢，还是要找这个医疗保险经纪来谈啊。那体格检查，申请人获得有条件通过之后呢，必须去体检，然后拿到这个身体 OK 的这个证明。那还有就是交保证金，还有一个就是担保人，担保人必须是居住在沙巴的本地人，不过这个到时候代理都会帮忙去弄。那还有其他重要的说明呢，就是说在这个计划实施2年之后，也就是说你申请成功了2年之后，可以最多拿出40%的定期存款用于购买房产、汽车、子女教育或者是医疗费用。所以这个还是蛮宽松的，也就是说你很多事情都是可以用你的存款去买，那其实存的也不是很多了，也就几万美金而已。那购买房产必须也遵守沙巴州的规则，也就是60万以上的公寓或者是100万以上的带地的房子。还有处置财产，也就是说你什么时候能卖呢？你办成了这个第二家园签证5年之后你才可以出售。但是条件就是说，如果你还是想要2家的这个长期签证的话呢，你必须再买另外一处房产，而且呢它的价格至少为60万令吉。也就是说，如果你买了第一套房是60万令吉，比如说它涨到了80万，然后你把它卖了，我说我想买一套小一点的房子，你还是可以买一个60万令吉的房子。但是是现在的规定哈，之后会怎么样的话我不太清楚。每一位申请人和抚养人每年的签证费是500令吉，其实也很少了。那我们再回到 homepage 去看它那个真正的英文版啊，就在这个下面，这个做的还是很漂亮的。但是呢，到了哪一页啊？就是这一页第5页哈，它上面写的 All applicants must purchase high-rise property with minimum 600,000 ringgit purchase price。如果以这个为主的话，那就是说所有人都必须要买房。但如果是以紫色那一页来看的话呢，就不一定要买房。所以我们还是得等它明天再把细则全部重新再公布一次哈。那基本上呢，这一份跟我刚才讲的那个紫色的那一份呢是基本相同的。所有的网站的这个流程呢，它已经把它放在了这个地方，就是大家如果有空的话可以去看看。现在中文版还没有出来啊，我们等它真正落实了之后呢，再去把它翻译，要不然的话翻译了也是白翻译。然后上面还有个如何申请，那在如何申请的这个页面呢，写的处理费才3000啊，哇，好便宜啊！申请续期的费用呢才1500，这不是太便宜了？西马那边的话好像要几万呢。那这边怎么会那么便宜？不太清楚啊，就是等他们具体消息出来啊。这边的流程呢也放在这儿了，必须填的表格呢有5个，1、2、3、4、5，这些呢其实代理都会帮你去填，因为我看过他们的表格，有很多呢都是有马来文的，那你看不懂的话就没法自己填，所以还是最好找代理。而且应该是必须要通过代理才能申请的。那现在呢，我们认识的代理朋友呢，现在说是大概需要2到3个礼拜的时间，让他们去审核，让沙巴第二家园的这个系统去审核他们的代理的资质。如果审核通过的话，就可以开始办理了。那大家现在要准备什么呢？就是准备3个月的银行流水。那这个就是必须的，因为要看你的收入够不够，还有就是准备好要存款。那其实它的存款要求也不高了，如果按照一个人，比如说中国有5万美金的打款的限额的话呢，这个是完全可以做到的。那买房的时候怎么买呢？再等我其他的视频哈，今天就说这么多。有问题的话在下面留言。那其实我们的研学游呢，这次也是火爆，就7月15到25号的这个呢，我们的房间都已经被订满了。如果要来的话，要自己订房间跟机票。那还有就是8月1号的那个呢，其实房间也是满了。所以呢，就是大家如果要参加的话呢，可以自己订酒店跟机票。如果你的时间是对得上的话，就来加入我们的研学游。需要补习英文的小伙伴呢，你就可以加入 Cambridge English Academy。那他们是非常专业的英文培训机构，有很多的国内的小孩呢飞来雅比只是为了考剑桥的考试哈。这家机构已经18年的历史了，在雅比非常的出名。那还有外籍的老师是在跟小孩子做听说写的训练，
小班制的教室内环境也非常的干净。那我们这个夏令营的 schedule 也全部出来了，包括有语言学校啊、蜡染、Batik， 还有沙巴艺术学院的美术馆和 AI 建筑、3D 打印这些，大家都可以去参观。沙巴博物馆呐、珊瑚馆、水族馆、燕窝馆，还可以参观建国中学体验上课。下午呢，他们的24节令鼓看表演，还有华乐团，还有学生的交流。要看时间安排，看看他们有没有羽毛球赛，还是篮球赛，还是排球赛，可以跟本地的学生交流，参观沙巴本地的文化村，有5个原住民族，他们的饮食习惯和风俗，还有双导游跳岛，再去参观可可大使馆，看看巧克力是怎么做的，还能去参观第2所独立中学，也是雅比最大的独立中学，就是崇正独中。所以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报名参加啊。